连英国国王都得排队的火腿。他的私人订单就在这里，但就算是他，也得要等42个月。这里是意大利北部帕尔马附近的波河低地，1320年的时候建的宫殿，这个时间刚好比明朝还早了50年。但是这个地方真正被留下来的身份是火腿作坊，现在也是一个私人酒店。大堂的接待厅原本是厨房，壁炉、面包烤炉、烤猪的机械，这些700年前的工具到现在都还能用。旁边的会客厅画的是乡间劳作的四季，不只是一个装饰，更是这里居民的生活素描。他们说，我们跟着季节做火腿，窗外吹进来的湿气是我们唯一用的工具。波河低地有一种别的地方没有的气候，夏天的时候闷湿，把空气压进地窖养霉菌；冬天的雾把熟成的时间拖长，昼夜温差让肉里的脂肪慢慢的走向化学反应。Colatello 火腿真正的厨师就是这里的天气。地窖建于1320年，跟宫殿是同一个工程。700年前设计来储藏食物的房间，现在还在做同一个事情。年轻的 Colatello 放得离窗最近，老的呢放得最远。什么时候可以从这个房间移到下一间？不是看月历，他看的是天气。角落的红色木箱装的是酿酒废料，它能够让火腿表面那一层贵族霉菌长出来。和你们熟悉的蓝纹奶酪上的霉菌就是同一个家族。时间回到2007年，当时的威尔斯王子查尔斯把 Massimo 主厨请到英国，想要直接在家里做 Colatello， 做不到。一方面是 DOP 工会规定，产品只能够在意大利的这8个市镇生产；另一方面是伦敦根本没有这里的气候。而且不只是国王，19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作曲家维尔第，在给朋友的信里面也写道：“我最忠实的伙伴是 Salami Colatelli， 还有我自己酿的酒。”他甚至没有说到自己写的音乐。他特别指明的 Colatelli 就是现任主厨的曾祖父做给他的火腿，同一个家族，同一片土地，横跨了150年。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Colatello 跟我们的金华火腿、云腿是同一件事情，有特定的地理、特定的气候、特定的历史，3样都要对齐，这个东西才会存在。在大自然面前，谁都没有办法复制，就连国王也只能等。